主题叫 Performance Indices for Classification， 就是在分类方面我们用的这些效能的指标到底是什么？那这边有几个 outline， 第一个我们会讲的叫 Confusion Matrices， 就是你分类过后，哪些被分对，哪些被分错，第一类被分成第三类的比例有多高，都可以用这个 Confusion Matrices 来表示。那根据这个 Confusion Matrix， 我们就可以长出许多 Performance Indices， 就是我的效能指标。那这边特别要讲几个效能指标，一个叫 ROC 或叫 DET。那有 ROC curve 出来，你要衡量说它到底分类有多好，就有所谓的 AUROC。这我们待会会提到。那特别要讲到说 AUROC 呢，只是比较两个分类器的好坏。但实际要应用的时候呢，你还是必须找一点 operating point， 根据那个 point 来选择你的分类器。那有 RC 呢，接着又有类似的概念叫 PRC and AUPRC。那根据这个概念呢，你可以画出另外一种图出来，叫 leaf chart。那这 leaf chart 就很适合用来解释给不懂 machine learning 的人说，我这 machine learning 到底有多好？尤其譬如在金融业，你要产制名单。产制是什么名单呢？比如说你有1000个客人，你要从这1000个客人里面呢，你要发 DM， 要知道哪些人可能，比如说下个礼拜会买外汇，那你要把可能的人往前推，那就产制一份名单出来，那把这名单发给这些客人。这个或许又叫做精准行销也可以。那最后呢，我特别准备了几个 exercise， 让各位可以试看看。好，我们来看什么叫 performance indices， 就是它的效能的指标。我简称叫 PI， 因为它是复数。这 indices 它的原型叫 index， 那它的复数就变 indices。那 PI 就是 performance index 加 S 变 performance indices。那通常有时候又叫做 figure of merit， 意思是一样，就是表示一个分类器的效能。那这个效能呢，当然也可以除了可以用在一个分类器之外，也可以用在一个 regressor， 就是回归器。但是我们在这一节讲的只针对分类来说明。那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我就看辨识率就好了。那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这边就是不同的情境下，你会使用到不同的 PI。比如说你说对分类，它就有好多种。我刚刚讲过，有 accuracy 啊，有precision recall 等等，待会我们就会讲到。那对 regression 来讲，就是回归的问题。你可以看它的 root-mean square error 有多大，或是看它的 coefficient of R square。也有各式各样的指标。那 ranking 也有 ranking 的指标 ，ranking 就是排序。你下一个 keyword 到 Google 里面 ，Google 回传一连串的 link 给你，那它有一个顺序的关系，这叫排序。那这个是对于不同的 purpose， 你的 model 有不同的目标，它当然有不同的指标。那对于不同的情境下 situation， 比如说你的 dataset 如果是 imbalance， 那你到底要用什么指标？这个就是我常常讲的，如果是地震的话，我大概1年内只有3天会地震，那我就每天都猜明天不会地震，明天不会地震，我的辨识率就是99%。但这个辨识率实际上是没有意义。因为你都猜不会地震，那真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带来损害很大，那你就来不及了。那对于 binary 或是 multi-class classification 也有其他不同的指标。好，那我们来先看看一个最简单的分类器，叫 binary classification， 就是2元分类器。2元分类器就是分成0或1，或是第一类或是第二类。那我们通常呢把它分成2类，一个叫 positive， 一个叫 negative。那这个当然可以被延伸到 multi-class 的 classification。那但是我们先从 binary classification 开始。先看这个 table， 这个就是我们的 confusion matrix。那 confusion matrix 你可以想象，我资料呢把它倒到了分类器里面，它就开始分类了嘛。那它会原先的资料就分2类。一种叫 positive， 一种叫 negative， 就是2类。那为了简化这个说明呢，你可以想象说，这边呢就是在做 COVID-19 的检测。这个检测呢 ，positive 就是确诊得病了。
，negative 就是没有病，正常，这样来想会比较简单一点哦。所以 actual value 就实际上你是 positive 的话，那丢进去呢，这边是预测的值哦，这边是真正的值标准答案，标准答案有时候我们就又叫做 ground truth， 或者有时候又叫 oracle， 有各式各样的讲法，但是它就是标准答案的意思。我把标准答案丢进来预测，结果呢，一部分预测成 positive， 一部分预测成 negative。那如果这边是标准答案，丢进来呢，我预测成 positive， 那我就叫做 true positive， 是真的对了，它真的确诊了，而且被你预测到。但是如果你预测说确诊的人，你以为他没有，他是 negative， 就会出现这个叫 false negative， 就是他是确诊，但是你以为他没有。那这个 true positive 和 false negative 呢，各位记得这个有时候很容易弄混。这个后面的 P 或 N 代表你预测的结果，你以为是 P， 那就是判断成 positive， 你以为是 N， 那就判断成 negative。那前面的 T 或 F，T 是代表 true， 表示预测正确 ，F 代表 false， 表示预测错误。所以这个要特别这个名词要特别注意一下常常很容易搞混所以原先 actual value 是 positive 的人丢进来预测成 positive， 这叫 true positive 那原先是 positive 的人丢进来预测成 negative， 这叫 false negative。那同样的，原先是 negative 的人丢进来预测成 positive， 这叫 false positive。false 就是他预测错了 ，positive 他就是他以为是 positive。它预测成 positive， 那接着呢，如果是 negative 的人丢进来预测成 negative， 那就叫 true negative， 因为它预测是 negative， 但是是预测对的，叫 true negative。这个名词稍微要花一点时间熟悉一下。那我们通常就把这边的 TP、FP、FNT 呢，指的都是 count， 就是有几个人的意思。那为了简化起见呢，我们把TP 加 FN 通常设定成 P， 就是 positive 有这么多人，那 negative 呢就是 TFP 加 TN， 这个 negative 有这么多人我指的都是真实的标准答案里面有 P 个是确诊的，有 N 个是没有确诊的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范例如果说你用 COVID-19 来看的话，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假设我们这边总共有1000个人来检测，但1000个人里面呢，有40个是 positive， 在这里40个，有没有30加40 positive？ 有960个人是 negative。那这40个里面真的去经过这个测试，发觉30个被我抓到，另外10个是误诊。那960个里面丢进来，发觉930个被我确定他真的是没有染病，但是30个判断错误，以为他有染病。所以这个 confusion table 就出来了。所以概念应该还蛮清楚的。这边有特别这边有每一个栏位都有说明说明在这里那因为这个图呢，我是从这里抓下来，所以我特别附了一个 reference 在这里，各位可以去看看原来的说明。那这边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 confusion matrix 呢，有时候它画会翻过来我现在是 ground truth 摆在我的直行上面那 predictive value 摆在我的横列上面，这一横列都是 predictive value， 但是有时候会翻过来，每一个人画法不一样有的人会把这个 ground truth 画成每一个横列，然后 predictive value 变成它的直行，所以有时候翻转过来。所以你要看这个图的时候，你第一个要看的是说哪边是ground truth，哪边是预测值，这样就比较不会弄错。好，那再过来就开始越来越小复杂了你有一个 confusion matrix， 那你可以从这里算出各式各样的 PI， 就是定义它这个 performance index 对这个分类器来讲，它到底有多好好很多很多个 numerous PI。或者 I 应该大写
那第一个是 accuracy， 或者叫做 recognition rate， 就是准确率，你这个分类器的效能有多好？那很简单，就是辨识对的，有没有 TP 是对的 ，TN 是对的，我就把它加起来，有没有分子是全部都对的，分母是所有的 case， 所以这就是我的 accuracy， 或是叫我的辨识率，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好，那接着看呢，什么叫 true positive rate？ 哦，一讲到 rate 就是一个百分比的概念哦，只要有 rate 就是一个介于0和1中间的数值。哦，那 true positive rate 呢，就是把 true positive 是对的，有没有？这边 TP 是对的，除以这一整块，这个就是我的 P， 这一整块就是我的 N。哦，所以把 TP 除以 P， 或是 TP 除以 TP 加 FN， 这就是我的 true positive。那有 true positive 呢，另外还有一个，它等于这个东西，这个待会后面会讲到哦，这是 true positive。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true negative rate， 你真正 negative 里面呢，你真正辨识出来它的 negative 的比例有多高？哦，那就是 true negative， 有没有？这个是辨识对的，在这里 Tn 除以 n，n 就是这整个值行的加总，哦，所以就是 Tn 除以 Fp。加 Tn 哦，这是要小心哦，很容易弄错哦。所以各位看这个图的时候，要稍微花一点心思去想一下，看看它的定义是什么，那为什么要这样定义？那 true positive 呢，又叫 sensitivity， 又叫 hit rate， 又叫 recall。哦，那为什么叫 sensitivity 呢？这其实我不太清楚哦，在医学上它叫 sensitivity。如果同学知道的话，可以比如在脸书上 po 一下。或者是发个 email 给大家哦。那 hit rate 就是指这里面你有病的你到底抓到几个，所以叫 hit rate， 或叫 recall， 全部有病的你抓到几个。那 true negative 呢，又叫 specificity， 又叫 selectivity， 哦，这个名字也是很怪，就比较少用到。哦，那你只要记得一个是 true positive， 一个是 true negative， 其实就差不多了哦。后面这些名词你只要知道它是对应到 true positive rate 或是 true negative rate 就可以。好，那有 true positive 有 true negative rate， 那再过来有 false positive rate。哦 ，false positive rate 呢就是 FP 哦，这边是辨识错误的，有没有？辨识错误的除以总值，所以是 FP 除以 N。哦，那 FP 就是 false positive 嘛。false positive 的意思呢是说它是 negative， 但是你以为它是 positive。哦，所以把 FP 除以 N， 这就是我们的 false positive rate。那这跟 true negative rate 加起来要等于1。哦，所以 false positive rate 加上 true negative rate 要加起来要等于1。哦，这就是跟前面这个是就是类似的东西，两个相加要等于1。哦，那你有 false positive rate， 你当然也有 false negative rate。那 false negative rate 就是在这里 Fn， 这是错误的除以整个值行的 P。哦，所以是 Fn 除以 P。同样的，叫 false negative 的意思就表示说你以为它是 negative， 但是你判断错了，所以事实上它是 positive。所以它的分母才会放 P 在这里。哦，所以这 Fn 呢，事实上它的标准当然是 positive， 然后再除以所有 P 就得到 false negative rate。好，那这几个名词，这4个名词呢，事实上就是常常会碰到，哦，常常会碰到，但是有2个加起来会等于1的关系。哦，所以你通常是从4个里面挑2个出来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叫 precision，precision 就是说你抓出来的资料里面，你认为有，那它真的有的比例有多高？哦 ，precision 呢就是 TP 在这里，哦，变成在这里，变成一横列 ，TP 除以 TP 加 FP， 哦 ，TP 就是真正有 positive， 那下面就是你预测有 positive， 有没有？这边尾巴都是一个 P， 表示说你预测有 positive 的 case 有多少？那 precision 就表示说，你认为这10个人有 positive， 那真正这10个人可能只有8个人有 positive， 那就是 0.8 的意思。哦，所以这叫 precision。哦，那这边有一个 precision， 有一个 recall， 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precision 跟 recall 也常常会被用到。好，所以这边就是
这些 performance indices， 你怎么样从 confusion matrix 里面把这些 performance indices 抓出来哦。那我刚刚讲过，这两个有加起来等于1的关系哦。比如说这两个加起来会等于1，那这两个加起来也会等于1。哦，实际上加起来会等于1，我们只要抓一个出来看，加起来会等于我们把它抓出来一个看，其实就可以了。哦，好，那这边又特别讲到 precision 跟 recall。哦 ，precision 跟 recall 呢，通常这个概念呢是从 information retrieval 来的，就是资讯检索。哦，资讯检索是什么意思呢？你打一个字到图书馆的查询系统里面，比如说我要查台湾大学。哦，比如说你打台大好了，那事实上你心里讲的是台湾大学。哦，打台大进去，它会抓出一堆文件出来，我可能抓出100个跟台大相关的。但这100个文件呢，有些可能真的是你要找的，有些不见得是你要找的。那我们就把这些真的是你要找的和所有你要找的这书里面抓回来有几个，然后把它定义出来。哦，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有点糊哦，直接看这个图会比较清楚。哦，这个图里面呢，你看它的底色哦，这个底呢就有好几个点哦。那有一些呢是 relevant element， 这些就是我要找的。哦，就是相关的，我要找的这些书在哪里？哦，那这些呢是不相关的，不相关的在这里。哦，左边这是不相关的。那你要找的一圈呢，这叫 selected element， 你找一圈哦，好，那我这个下一个关键字回来是这一圈。哦，这一圈是我 retrieve 回来的书，我抓回来书。哦，那抓回来书里面呢，好，我们就来看说它到底第一个它对了几个。哦，这个就是 precision。哦，我抓回来书在这个圈里面，那这个圈里面对了几个？哎，对的就是绿色这一块啊，有没有？我刚刚讲说左边这个是相关的，右边是不相关的。哦，所以呢，我的 precision 呢就是变成我的绿色，有没有？绿色这一块哦，半圆除以全部你抓回来，这个叫 precision。哦，这图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哦，那但是你抓回来的东西呢，不见得会抓到所有跟台大相关的书啊。所以另外一个叫 recall。recall 呢，就是你抓到的是对的哦，就是这个半圆形除以左半边，左半边是所有跟台大相关的书。哦，所以这两个概念就不一样了。一个是我抓回来100本书，100本书里面有几本跟台大相关。哦，假设有100本书里面有80本跟台大相关，那你的 precision 就是0.8。哦，但是你抓回来只有80本跟台大相关，但实际上可能有800本啊，你只抓回来80本啊，那你的 recall 就是80除以800，recall 就变成1/10。哦，概念上就是这个样子。哦，那通常你会比较 care 什么东西？其实你比较 care 的应该是 precision。哦，我今天要找一个概念，我找一个，比如说 nonlinear regression 丢进去，出来100本书，那事实上我只要 precision， 我只要看前面几本就好了。到底我有没有把所有 nonlinear regression 书抓回来？那我不 care，那可能书太多了。那至少我抓回来，里面100本大概也要最好是有90本都是正确的。好，所以用同样的概念来看呢，我们刚刚讲 precision 呢，就是 TP 除以 TP 加 FP。哦，这等于就是这边这个东西有没有 precision 等于在这里，就是从这里你预测出来的是 positive。哦，从这一横列，但是真正 positive 有多高？所以是 TP 除以 TP 加 FP。哦，那 recall 呢 ？recall 就前面讲过 ，recall 事实上就是你的在这里 ，recall 就是你的 true positive rate。就是你抓出来的书里面呢，占全部的有多高，所以是 TP 这一块除以下面这个的和。哦，所以公式列在这里。哦，但是呢，这两个式子呢会有一个关系存在。哦，通常 P 越大 ，R 就越小 ；P 越小 ，R 就越大，有一个跷跷板的关系。哦，有一个跷跷板的关系。那为什么会有跷跷板的关系？你自己去想一下。哦，譬如说我今天只抓一本书。哦，我要找跟比如说非线性回归相关一本书，我只抓一本，那抓在一本 precision 通常会很高。
因为通常就是抓到对的那一本，哦，所以 precision 100%。但你的 recall 呢就变很低，因为里面可能有1000本书，你只抓到1本，那就是1/1000，哦，一个变很高，一个就变很低。那反过来，另外一个变很低，另外一个变很高，所以有一个跷跷板的关系。但是呢 ，precision 跟 recall 呢，通常要两个整体考量，所以呢，我们就定义出另外一个 PI 叫做 F major。那 F major 呢，就是 P 和 R。哦，抱歉，我这边用小 P 又不是大 P 哦。哦，小 P 和小 R。哦，如果前面大 P 是指两个 positive case 有几个，哦，现在全部用小 P 跟小 R。那它的 F major 呢，就变成小 P 和小 R 的协和平均 harmonic mean。哦，那你会问说，奇怪，那为什么要协和平均？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加起来除以2就好？哦，你说两个东西到底哪个好哪个坏？一个变好，一个就变坏；一个变坏，一个变好，那我把它加起来除以2啊，这样不是也可以吗？但是在这里呢，他为什么要这样考虑把它进行一个协和平均呢？那其实它的概念很简单哦，你先看这里 ，P 长的是这个样子 ，R 长的是这个样子，哦，它们两个分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把它加起来除以2，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合理。所以你把它翻过来，有没有？你把这 precision 翻过来，就变成说你抓到的所有的书是你真正要的书的几倍。哦，那这边也把它翻过来，把它翻过来一遍，就是所有跟 nonlinear regression 相关的书是你抓到的几倍。你把它一翻过来后，你就发现哦，那分子就一样的。哦，分子一样的，再把它加起来，然后除以2，然后再把它翻过来，这样的话就得到你的 F major。哦，所以为什么要做协和平均？是为了让这个分母不一样，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要翻相加除以2，再翻一遍。哦，那如果你把它带进去，就得到你的协和平均的公式，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叫 precision 跟 recall。precision 跟 recall 其实比较常用在 information retrieval 上面，用在分类上面比较少，但是也会有人用到。好，我们刚刚有这些概念以后，我们就接着来看 ROC。哦，ROC 呢叫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哦，这个很奇怪的名词哦，这个我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来的。哦，各位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知道这个名词怎么来的。那它要画什么东西呢？它要画一个图呢，这个图呢介于0和1中间 ，x 轴在0和1，y 也是0和1。然后它的端点呢，端点一边是00，一边是11，所以这边一定是00，这边一定是11。好，那对于一个分类器来讲，它只会画出一条 ROC 的 curve。哦，那你看这边画了好几条，表示有好几种不同的分类器在上面。哦，那它到底要画什么东西呢？就是它的 true positive rate 对它的 false positive rate 在做图。哦，when threshold is varying。哦，什么叫 threshold 呢？threshold 是你可以想象是它的 similarity 符合某一个概念的程度。比如说我要抓有得 COVID-19 的人，那他这个人进来做各式各样的测试之后，他符合 COVID-19，它的 similarity 相似度有多高？那是有时候也讲成是一个 likelihood， 它的可能性，或叫 likelihood 好像翻成中文叫释然率。哦，释然率。哦，那这些名词其实就不重要，就是说通常这个 threshold 是越大，代表越可能 positive， 哦，越可能得到 COVID-19。哦，那如果你 in terms of 分类器，哦，假设你有一个 neural net， 哦，或者是就是一个分类器 classifier， 有一个分类器，哦，那你送进去 feature 出来，把 feature 送进去，得到呢，譬如说这个叫做得到 COVID-19。的比例有多高，的几率有多高，那这就是一个 similarity 的概念。你 feature 一送进来，我就算说 COVID-19，如果是1，表示哇你很可能得了；如果是接近0，表示说那可能没有得。哦，这是只有一个的概念。但是各位记得我们以前前面学 quadratic classifier， 学这个naive Bayes classifier， 通常是要把它切分成2个，有没有？分成2个 probability 哦，一个是一样 feature 送进来，
这边是 feature 送进来，哦，那这是假设这是 COVID-19 的 PDF， 那这是 non-COVID-19 的 PDF， 记不记得我们要分类分2个类的话，要分别长出 PDF 出来啊？有没有？那这时候就跳出来这边的 PDF， 跳出来这边 PDF。那这时候 threshold 要怎么定义呢？就2个相减就可以了。假设这边是P1， 假设这边是 P2， 那我的 threshold 就可以定义成，好没有？这个 threshold 就直接定义成threshold 我们通常用 θ 来表示θ 就等于 P1 减 P2， 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不同的分类器会有不同的算法那这个是你先去算 PDF 的用来计算 threshold 的方法那你可以想象 P1 越大，它越可能得到 COVID-19， 那 P2 越小，它就表示越不可能是 non-COVID， 越可能是 COVID-19。那2个一相减，这个值越大，就代表它越可能得到 COVID-19。所以我们这个 threshold 在跑的时候呢，那我就可以得到不同的 true positive rate 和 false positive rate。那你把它画出来，就得到我们的 ROC 长得就是这个样子。那 ROC 长这个样子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用 ROC 来判断，就是在所有的 threshold 下面，到底哪一个分类器会比较好那下面投影片会说明。但这个跟这个非常类似，你会想象说一边是 true positive rate， 一边是 false positive rate， 等于说一边是正确的，一边是错误的，所以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图，这样一个图，你觉得这不是有点烦？一边正确一边错误。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叫 DET curve， 叫 Detection Error Trade-off Curve，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比较有意义，那就是两边都是错误率，一个叫 false negative rate， 一个叫 false positive rate， 两边都是错误率，然后在threshold在变的时候，它就也是拉出一条线出来。那这条线呢也是一样，它的端点呢是在01比如说01在这里，01在这里，10在这里那这个图呢刚好跟你其实先注意一下这两个是同一个图，只是左边的图有用 linear scale 就是这边是0到1均匀的分布，但这边呢是 log scale 所以这边呢是里面有10的0次方、10的1次方、10的2次方等等会比较像是会把小的部分把它放大所以 DET curve 有时候你画出来的图呢，如果你的辨识效果很好，整个图呢会很接近于原点整个这条曲线呢会往这里挤，这时候就会看不太清楚。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把它用 log scale 把它画出来，那图就会小的部分你就可以把它拉开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然后 DET 跟 ROC 呢是什么差别呢？其实很像，几乎很像。你只要把这 ROC 的 curve 上下颠倒过来比如说上下这个图，你把它 Y 轴翻一遍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等等，这个就是我们的 DET。别忘了有没有它的这个 Y 对 X 做的，这都是它的 X 是一样的。Y 呢，这两个 Y 值 TPR 加 FNR 加起来要等于1，所以你把 ROC 翻过来就得到你的 DET curve。那 DET curve 你就知道说它要越小越好，越接近原点越好这样表示它的效果会越来越好。那 DET 跟 ROC 通常都有人用，但是我比较 prefer 用 DET 因为 DET 比较清楚，两边都越小越好。那 ROC 呢是一边要变大，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图。因为一边是 true positive rate， 这边是 TPR， 那这边是 false positive rate， 所以你这边希望它越大越好，那这边越小越好，所以画出来图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两种都有人用，但是一般在医学期刊里面很多人用 ROC， 但是我现在看到也慢慢很多人用 DET， 因为 DET 比较容易解释，比较直觉一点，因为两边都是错误率。好，那有 ROC 的 curve 出来以后呢，我们怎么样衡量它的好坏？一种方式就是 area
under ROC， 简称 AUROC。哦 ，AUROC 什么意思呢？就直接算面积。哦，假设有一个 ROC 的图是长得是这个样子，你就直接算面积，这下面的面积。哦，那下面面积是越大越好。那因为这个图是介于0和1中间嘛 ，x 轴是0到1，y 轴也是0到1，所以这个面积呢永远介于0到1中间。那分类器呢？如果分类效果，你可以看我把这 ROC 画出来图，这里有3种分类器，得到3个 ROC。那哪个分类器比较好呢？当然是越接近左上方的越好。简单讲，比如说你可以把假设 false positive rate 切一条线，我这个抱歉，这是 true TPR true positive rate 切一条线在这里，你会发现那这边呢 false positive rate 会比较低，有没有？有没有这边有3条线加到3个点嘛？那比较小的那就是蓝色这一条，所以蓝色这条比较好。那同样的，如果说在同样的 false positive rate 切一条一样的话，那你这个 true positive rate 要越高越好啊。所以这是有3种可能，那当然选这个越高越好。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蓝色这一条会比较好。那蓝色这条比较好，它的 AURC 有没有？它的面积就会比较大嘛。所以 AURC 是越大越好。但是呢 ，AURC 呢，它事实上它有一个性质就是第一个它小于等于1.0，这不用讲如果是1.0的话，就表示是叫做 perfect classification， 完全把你分类分对但是呢，如果是0.5呢，就是叫 random guess， 你就乱猜就是0.5。所以你的 AURC 永远不可能小于0.5。如果你今天做出来小于0.5，就表示完全翻盘了。你干脆把预测是 P 把它改成 N， 预测是 N 改成 P， 效果反而会大于0.5。所以0.5代表 random guess 就是乱猜的意思。为什么乱猜？各位可以再想一下。那这样的图呢，这样的 PI 呢 ，AURC 特别适合用在 imbalanced dataset， 就是不平衡的 dataset。什么叫不平衡？就是2类差很多叫不平衡。就是我前面举的例子你要预测有地震没地震，或者预测有 COVID-19 和没有 COVID-19， 两边就非常不平衡。那以地震来讲，我刚刚讲过，就是1年大概有3天会有感地震，所以你每次就预测明天不会地震，你的辨识率就是99%。那看起来辨识率很好，但是不对，一旦发生地震，你要付出的代价很大。所以你这时候就不能看 accuracy， 不能看 recognition rate， 你就 AURC 是其中一种方式，可以来说明说这样的一个 test 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但它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我们后面还会提到。那为什么它不是最好的方式呢？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是一个 DET 课 ，DET 那你要算 AURC 的时候，就变成看右上方的面积有多大从这个图来看分类器 A 和分类器 B， 你看说 AURC 的话，看起来好像 B 比较好啊，有没有 ？B 的面积比较大一点 ，A 的面积比较小一点。那这个只是说，当它随学在变的时候，它看整体的表现是好像 B 要比 A 好。但是我们如果讲说这是在 detect COVID-19 的时候，你会发觉第一个我们 false negative rate 要够低，有没有 ？false negative rate 要越低越好。所以换句话讲说，你宁可把一个没有得病的人误诊成有病，那没有关系，你再做更精细的检查，而不要把一个有病的人误以为他没有病，然后把他放走。这我想概念大家都可以了解。你把一个有病的人错误的以为他没病，把他放出去，你的代价到底有多高？那其实是非常高。那但是有一个人没有病，你误以为他有病，那就再做一次精细的检查，他的代价就稍微，应该不是稍微，是低很多。所以这个概念是各位要有这个概念所以假设这个图呢，我这个第一季的什么就是 for COVID-19 detection。那我第一件要求呢 ，false negative rate 要很低，在这里有没有 false negative rate 就是你以为它是 negative， 那这个东西一定要压得很低。压得很低呢，我可以想象，没有这介于0和1中间嘛，我把它压到，比如说这是
0.02好了，压在这条线上面，这是我要的，一定要压这么低。那一定要压这么低的情况下，我们再看 false positive rate。false positive rate 一个蓝线在这里，红线在这里，你就知道说哦，在一个 FNR 是固定的情况下，我发觉FPR 其实是蓝线比较好，所以其实我这时候就可以判断说我要用的是 A 这个分类器，虽然它 AURC 比较差，但是你要决定它卡在哪一点是真正你要使用的点。哦，所以这就是我们要 determine， 我要决定这个 operating point， 最后这个分类器到底要在哪一点运作，那事实上就是决定说，以这个例子来讲，我决定运作是在这里，在这一点运作，有没有？画的不是很清楚哦，就是在蓝色那条线跟0.0的交叉的地方，看这边的 threshold 多少，那这就是我要的分类器，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个 threshold 来决定说哪一些是 positive， 哪一些是 negative， 那这样你就能让这个 false negative rate 压到很低，哦，所以这就是 AURC 的部分哦。那这个概念呢，我们讲说 false positive 和 false negative， 它两边的 cost 不一样。那我们把这观念带进来了，就可以做更完整的分析。哦，那在完整分析之前，我们先看看要怎么画 ROC 哦，要把它画出来。一种是我用 sample point 来画，用 sample point 一个一个把它画出来哦。你看这个范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 exercise 的一部分哦。给你这个图，请你把它画出来哦。但我这个是用电脑画出来的，所以可以处理100个点、10000个点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给你的作业呢，点数就比较少，那你一样也要把它操作出来哦。我这边是 C 档 ，X 轴是 C 档，然后 Y 轴是它的类别，哦，这个0呢表示没有确诊，1就表示确诊。那我把 data 点打在上面，你会看到这有密密麻麻点在这里，哦，这一点呢代表都是 negative 的 case， 哦，就是 negative 丢进去，然后它的 threshold， 对应到的 threshold 是多少，我把它点就一路把它打出来，哦。就比如说这一点丢进去，它水手是2点多，这一点丢进去，它水手是1点多哦，或者你可以想象它的 similarity 符合确诊的一个程度有多高哦。注意这边的数值哦，这个水手我刚刚讲过，可以是 similarity， 可以是 log likelihood， 甚至是可以取 log 的抱歉是 similarity 或是 likelihood， 甚至你可以取 log 变 log likelihood， 所以下面这个水手值也可能是负数。那不管它怎么变，就是值越大表示越可能确诊，越可能是 positive， 值越小表示它越可能是 negative。哦，那这边也有一堆数据在上面，有没有一些点在上面？哦，每一点的水手也都打出来，然后这边呢这边代表是刚刚讲这边是 negative 的 case， 这边是 positive 的 case。哦，那你把它画出来，你可以发觉positive case 比较靠右边一点，有没有？它的水手或者 similarity 都会比较大一点。那 negative case 蓝色点比较它的值呢，水手呢都会比较小一点，或者它的 similarity 也会比较小一点，有一个趋势在那里。那剩下事情呢，我要画这边呢是false positive rate 跟 false negative rate， 我就是开始在取水手，我水手可以取的密密麻麻，有没有？这边可以水手，我水手一刀砍下去，比如说我一刀砍在这里。好，什么叫 FPR？ 什么叫 FNR？ 哦 ，false positive rate 就是说，false positive 嘛，你以为它 positive， 结果你辨识错误，所以就是这一块，这些就是你辨识错误的 false positive rate。哦，我讲 false positive rate， 实际上它就是 negative， 你以为 positive， 所以全部都是 negative， 所以false positive rate 在这里，这条水水一砍下去。比如 C 大等于 C 大0的时候，在某一点砍下去，我这边有几点除以全部的点，那就是我的 false positive rate。那反过来讲，那 false negative rate 呢？那就在这里哦，这些都是 positive， 那你以为它是 negative， 哦，那就是 false negative rate， 就是这边的有几个除以全部有几个，哦，所以你就可以把这条曲线画出来，有没有？这边
有一个 fals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 rate 是蓝色这一条，然后 false positive rate 是橘红色这一条，哦，你就可以把它画出来，所以一直在跑，一直在跑，把它画出来，这条曲线就出来了。哦，那这条曲线呢，就是 false positive rate 跟 false negative rate 对水手的画图。那接着你就开始一点一点把它做图做出来啊，有没有？这边比如说我随便砍一个水手，这边砍一个水手在这里，这边有一个值，这边有一个值，那你就可以把我们的 ROC 的图，这边叫 false， 这叫 true positive rate， 这叫 false positive rate， 哦，你就把这一点打上去，你把这一点慢慢打上去，就一路把它打出来，就会得到一条曲线，哦，那理论上它应该在45度角左上边的曲线，一条曲线就出来，这就是我们要的 ROC。所以你要先从 sample 点，然后画出这个FNR 跟 FNR 跟FPR 对水手画图，然后再把 ROC 或是 DET 画出来。我当然这边画的是 FNR 跟 FPR， 所以理论上这个点直接抓出来后，应该是画 DET 才对，应该是画 DET 才对。那当然 DET 你把它翻过去，这边是 DET， 你把它上下一颠倒就可以得到 ROC 的图。这个各位可能要稍微想一下，然后才会知道说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边呢是不 smooth， 比较不平滑。你可以看画出来的曲线，有没有？这是 FNR， 这是 FPR 在这里哦。FNR 蓝色这条 ，FPR 是粉红色这条，它不是很平滑，它就是这样子一路画过去。那我这里特别有砍一个水手在这里，有没有？这边是一个水手，我这个水手砍在哪里？砍在 FNR 加上 FPR 是最小值。当水手等于这个值的时候，它的 minima 的 FNR 加 FPR 是这么多，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标准哦，你不见得要 follow 这个标准。我只希望 FNR 加 FPR 当它加起来最小的在什么地方，但有时候这个标准是人可以任意定的，哦。那当你砍在这里的时候，我得到一个 FNR 加 FPR 最小值是22%，哦，但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标准，哦，所以这个是 sample point based， 哦。那有 sample point based 的另外一个呢，我可以把它改变成 distribution 啊，有没有？我这边的资料把它画成一个高轩 distribution， 有没有？这个蓝色的我画成一个高轩 distribution 在这里，那红色的我也画成一个高轩 distribution 在这里。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用 distribution 来看，来算FNR 跟 FPR 哦，得出来曲线呢就会非常平滑哦。各位可以想象有没有在这里这个曲线不平滑，所以画成不管是 ROC 或是 DEF 也都不会平滑。那如果我们用 distribution 来看呢，它会比较平滑，会比较平滑一点。但是这比较平滑呢，不见得对资料点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但如果你假设这些资料点是由这样的 distribution 产生，那你算出来的水手就能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什么叫达到最好的效果呢？如果这边特别说明我们把这边讲完。如果这个水手是砍在两个的 intersection 比如说砍在这个地方，我就取这边当水手，大于这个水手是 positive， 小于这个水手就是 negative。那它会有什么好处呢？你会发觉，当它取在这里的时候 ，FNR 加上 FPR 会得到一个最小值。那为什么是砍在这里呢？这个各位要仔细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图讲完就休息假设这个是这个 distribution 是 positive 的 distribution 这个 distribution 是 negative 这是 positive negative 当我们砍一个水球在这里的时候，一刀砍下去那它的 true positive rate 在哪里呢？抱歉，这边都应该改成 TPR、FPR， 这都是一个 rate 的概念TNR、TPR 才对，这边有个 R 写不上去写上去是红色。你一刀砍下去的时候，请问你 TPR 在哪里？
TPR 就是你是正确的，而且你判断也是正确，就会变这一整块，有没有？这一整块，这是 TPR。那你错掉在哪里呢？FNR 在哪里啊？在这一小块，在这里。抱歉，我画不上去，在这一块，这个是 FNR， 在这里，就一刀砍下去 ，FNR 就一小块。然后 TNR 在哪里 ？TNR 在这里，有没有？就是紫色这一块，不，抱歉，蓝色这一块。那 FPR 在哪里呢？FPR 是这一块。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吧？当你的水水在移动的时候，移到哪里会最小？哦，移到这一点交叉点的时候，这种 FNR 是这一块，然后 FPR 是这一块。哦，这个是 FNR、FPR。哦，这时候这两个加起来，它的值会最小。哦，你看得出来吗？哦，你看，当这水球如果砍在这里的时候，FNR 是这一块，FPR 是这一块。FNR 这一块，FPR 是这一块。因为当它砍在这里的时候，那是不是包含了下面这一块？当你砍在这里的时候，FNR 是这一块，FPR 是这一块，这一小块。哦，所以你可以移来移去，你就发觉，当你砍在中间的时候，FNR 加上 FPR 可以得到一个最小值。哦，这个同学要稍微想一下。好，接着我们来往下看哦。我们刚刚讲说分类会有发生各式各样的错误哦。那你最后最完整的做法呢，是把每一种错误呢都伴随着一个 cost， 让它 cost 为最低。哦，比如说我对于这样一个 confusion mesh 来讲，哦，注意一下，这边刚好有电脑过来，这边是 actual value， 就是光处在这里，那这边是 predicted outcome， 现在是让你知道说它随时可能会翻转过来。哦，那我呢，我可以决定一个目标函数，目标函数呢，我写 f of theta，theta 就是等于你的 ratio 哦，不同的 ratio 就是会产生不同的 confusion matrix。哦，你可以把它写成，哦，总共有4个栏位在这里嘛，有没有可以写 cos of TP 乘上 TP 加上 cos of TP， 然后加上 FP 乘上 FP 哦，加上哦没有，这是第一个 cos， 第二个 cos， 那第三个 cos 加上 C 的 FN 乘上 FN 加上 C 的 TN 乘上 TN 哦，这边指的都是个数 ，TP 有几个 ，FP 有几个 ，FN 有几个 ，TN 有几个，指的是个数。那通常我们讲说对角线是分类对的，假设分类对的就没有 cos， 所以我定它 cos 等于0，cos 也等于0，所以 TP 这边就等于0，这个就这边就等于0，这就不看了哦。那 TN 也会等于0，这边就不看了。所以只剩下2个分类错的有 cos， 哦，剩下这2个有没有 ？FP 和 FN 哦。那通常我们进一步来看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讲说 FN 呢会有一个很大的 cos， 那 FP 呢会比较小。哦 ，FN 就是他有病，你误以为他没病哦。那 FP 呢就是他没有病，你误以为有病哦。false positive 嘛，false 就是辨识错误，那以为它是 positive 哦。通常我们把令 FP 等于哦，所以这个整个式就变成这个样子，只剩下这2个项，就是分类错误的项，这2项哦，它有 cos 在上面。那因为 FN 通常它的 cos 会很大，FP 会比较小，那我们通常令 FP 令它等于1，那你就知道说 FN 大概要等于多少，这个就是你必须你要知道它应用你的 domain know how 才知道 FN 大概要等于多少会比较好。哦，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FB 呢，就是他没有生病，你以为他有生病，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花的 cost 是1，让他去做更多的检查。那相对于 FN 呢，就是相对于 FP 呢，就有一个 FN，FN 就是
他生病了，你以为他没有生病，然后把他放走，这 cost 多少？我想应该是以我的直觉来讲，应该是1000吧。你这1000倍甚至更高。哦，所以我们通常就把这个设定成，假设这个值是1，那这个值是多少？你大概就知道，我们把它设定成阿尔法，所以变成阿尔法乘上 Fn 加上 Fp。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根据不同的阿尔法值呢，然后来找到最好的西塔值。那西塔就会等于让这个 cos function 为最大的西塔。那有的同学看这个式看的不是很明白哦，这其实很简单，就是假设有一个函数是长得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函数，这是 x， 这是 f of x， 那它发生最大值在这里 ，x 等于 x0。哦，那通常我们就可以写成 max over x 等于 f， 在 x0这一点发生最大值哦，这是 max 哦。那你也可以同样的意思呢，你可以写成发生最大值那一点就是取它的 argument x。哦，这两个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两边的意思是完全一模一样。左边是说，当 x 等于 x0的时候，它会得到一个最大值；右边是说发生最大值的时候，它的 argument 等于 x0。哦，两边意思是一样，所以我这边写的意思就是，当这个函数发生最小值的时候，它的 argument 就等于 theta hat。那我要找的就是这个 theta hat， 因为一旦找到这个 theta hat， 我可以让我的目标函数为最小值。所以整个问题就变得很简单，我要决定一个 threshold， 让我的目标函数最小。但你要决定这个 threshold之前，你要先决定 alpha 要等于多少。那 alpha 在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定义哦。有时候 alpha 可能等于1，你 false positive 和 false negative 它 cos 可能是一样。那有时候 alpha 可能就变很大，因为它造成的错误难以估计。哦，地震也是一样，碰到地震 alpha 也是很大。表示说一旦发生地震，你没有抓到，哇，那你 cos 就会高很多。哦，所以这个叫做 cost sensitive classification， 就是说你在考虑这个整个分类器的门槛值的时候，其中一个 threshold 的时候，那它会根据你的 cost 来决定说我要砍在哪里。好，那我们刚刚一直讲的是 ROC curve， 另外一个叫 PRC， 叫 Precision Recall。哦，那这 PRC 跟 AUC 呢，其实是抱歉，跟 ROC 呢是很接近。PRC 就 Plot of Precision versus Recall。哦，那当西塔在变的时候，那同样的你把图画出来，你可以画出 AUPRC。哦，前面有 AURC， 你也可以算出一个 AUPRC 出来。那 AUPRC 它的图呢就会变成，这边是一个实际的范例啊，那它图会变成，因为一边是 recall， 一边是 precision， 你希望它越大越好，所以它的图呢通常会长这个样子，哦，类似这个样子，哦，不见得它的起点呢不见得会从 endpoint 不见会从001或者10开始。哦，那所以我们算 AURC 是算这边的面积嘛，那算 AUPRC 就是算比以这条线为范例，就算这边的面积。哦，假设我们以这条线为范例，那所以你有看到有些 paper 写 AUPRC， 有的写 AUROC， 那通常这两个就是算出不同的曲线出来，然后算出曲线下面的面积。但是 AUPRC 呢，比较它的特性呢，通常呢不会平滑，它不会很平滑。哦，那我这边问一个问题，通常我问你 endpoint 在哪里？比如这 endpoint 在哪里？那这边如果有 endpoint 在哪里？你可以想一下，这就是我们的 quiz 题会考的。那 endpoint 就不会是01或是10了，就会比较特别一点。你必须知道这个PRC 的特性，才知道说它的 endpoint 在哪里。哦，跟 ROC 不太一样。哦，那也不见得完全不一样，有些 case 它又会一样，所以你要想一下这边发生什么事情。那这刚好有一个
有一个 ROC， 有一个 ROC， 另外有一个 PRC。这名词刚好很有趣哦。上次有一次在开一个计划会议的时候，开一个议程计划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讲说，就我这个分类的工作来看，ROC 的效果比 PRC 好很多哦。那我们的计划主持人赖老师就跳起来鼓掌说，好，讲得好哦，我最喜欢听到这个 ROC 比 PRC 要好哦。那各位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哦，这刚好是两个国家的简称哦。好，我们最后来看看 Leaf Charts 哦，你有那个这种各式各样 Precision Recall 概念后，另外一个叫 Leaf Charts。Leaf Charts 很有用哦，通常你可以 convince， 哇，你通常可以用来 convince 不知道 AI 的人，跟他讲说我的 AI 到底有多好哦。你跟着别人讲说我的 AURC 是0.9，我的 accuracy 是0.7，他们有时候听不太懂你在讲什么东西。那 Leaf Charts 呢，事实上也是类似一种分类器哦，类似我刚刚讲的范例，就是假设今天有1000个顾客来玉山做各式各样的消费，那会留下各式各样的足迹。比如说他可能用信用卡买过什么东西，他可能去逛过什么样的官网，哦，这些都会被抓下来。那我要预测说他未来2个礼拜出国的几率有多高？哦，那如果几率很高，很简单，我就赶快丢给他哦，我们的外汇有什么优惠啊，叫他赶快去换汇。哦，那如果几率比较低的，我就不要理他，表示他可能不太会出国。那今天假设有1000个人，最笨的做法是我1000个人全部扎广告进去，然后第一个广告成本也高，第二个有些人不喜欢被打扰哦，你说这个东西叫我买外汇，我一辈子都没出国，我怎么可以去买外汇？哦，那所以呢，你就必须衡量说这1000个里面，你到底要抓几个人来丢 DM， 来比如说撒简讯，哦，那这种叫做名单的产制哦，你要产生出名单出来，那跟这名单进去做行销哦。好，那假设呢，我们今天有1000个人好了，那1000个人呢，我就经过不管怎样，经过各式各样的分类器，然后我就把可能出国的人往前挤，一直往前挤哦。那1000个人呢，你可以把1000个人里面呢，每100个人分成一组哦。你往前挤的结果的时候，这边就分成10个并哦，这个我们通常叫做并哦，这样，这叫做一个并。那就是这是前10%，那第二个10%它写20%，第三个10%写3%，第四个10%，这样一路写下去哦。那因为把有可能买外汇、有可能出国人都往前挤了嘛，所以你会发觉在第一个并里面，真正会出国人占了99%哦。那在第二个并呢就比较少，只有90%。第三个并呢58%，第四个并呢42%，哦，这字可能很小，看不清楚哦。那意思是说我把可能会出国人都往前挤了嘛，所以这里面每一个小数值呢，就是 precision within a bin。在这10个并里面呢，每一个并呢，它抓到100个人，那这100个人里面呢，真正会出国的比例有多高？哦，所以越前面越高，越后面越低。哦，那接着呢，他又画出另外一条线出来。我刚刚讲的这是 precision within a bin， 那这边是把 recall 也抓出来。哦，在第一个 bin 里面呢，他抓出了28%个会出国的。那在前2个 bin 里面，把它累计起来哦，就是 cumulated， 就是累计的。前2个 bin 它可以抓到54%，前3个 bin 呢，它可以抓到71%要出国的。前4个并呢，它可以抓到83%要出国的，哦，所以这下就变得很明显了。假设说原来有1000个人，我要抓到83%的话，其实我几乎就要撒83%，就要撒830份广告出去，哦，这样就很花时间，然后很花你的行销资源，哦。但是呢，我经由我这样的方式把可能出国人往前挤哦，我只要抓前40%，你们到这里哦。前40%的人，我就可以达到83%的 recall， 哦，那我就不用全撒了，我只要40%撒出去，这里面就有
83的人都被我抓到了，那这个就表示用这种方式呢，我就可以只要投寄少数的顾客就可以cover 到83%的所有可能会出国的顾客，哦，那这样效果就会好很多，就不用这样子乱撒一通，哦，所以这叫 leaf trust， 哦，所以通常我们要跟就是不懂machine learning的人跟他讲说，到底你这machine learning到底帮了什么好处，你就可以把这样的图秀出来，跟他讲说，我只要抓40%或者抓30%的人，那我就可以达到 record， 就可以达到在这里71%，就已经达到71%，哦，那这样的话，人家就比较容易听得懂说这边发生什么事情。好，那后面是3个 exercise， 我们就先停到这里。所以这部分有关于这个 performance indices、ROC 啊、DET 啊、AURC、AUPRC 还有这 leaf chart，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